在上一期节目中，小崔奋战蒙阴水库，经过不懈的努力，钓获2尾10多斤重的草鱼，但是任务还没有完成，追鱼的脚步还在继续。随后，他赶往烟台的马山水库，继续追寻大鱼的踪迹。在这里，他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欢迎收看本期《勾践江湖》。马山水库位于烟台牟平区中珠车村南侧，是一个风景优美、鱼种丰富的中型水库。这个水库面积不大，风景宜人，像一幅水墨山水画。库水碧绿，周围青山环列，果园密布，山光水色。站在坝顶俯瞰，远山近水，田园农舍，旖旎秀美，让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钓友介绍，近期水库鱼情不错，经常出现折竿和断线的问题，想必是有大鱼出没。小崔来到这里就是要追寻大鱼的踪迹。钓鱼啊，也是一个江湖。我们在行走江湖，这个江湖呢，就像我走过的路一样啊，难免会有这个磕磕绊绊的。但是我认为很值得啊，因为我们在这种磕磕绊绊里寻找了很多快乐。但是我今天来这个水库可能是很多钓鱼人特别喜欢的，几十年从来没干过，然后是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面貌。刚刚开放了1个礼拜，然后每天呢收费50块。在这个江湖里我们碰到这样的钓场，脑子里首先会想到就是说，哎呦，我能不能像这个侠客一样跟这个水里的大家伙们格斗一下，碰一下，是吧？较量较量。但是我今天是打算什么呢？我打算赌他，我约他约不来，然后我看好了一个钓位这个位置应该是在这个水库一个比较窄的位置吧。我认为它是一个鱼的必经之路，所以呢，我准备在这儿设好陷阱，这个摆好阵势，然后就是赌他，准备用我的绝招就一招，跟他拔河开干。一到钓位，小崔就紧张地忙碌了起来。俗话说，成功在于细节，钓鱼也是这样。如果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在某个环节当中出现问题，到时就会后悔莫及。为了不留有遗憾，尽量做好每一个环节。那么饵料的搭配和配比更是重中之重。至于能不能钓到理想中的大鱼，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来到这样的地方呢，作为一个钓鱼人肯定是很兴奋的但是马上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的水域里，它的鱼种特别多，它的大鱼也特别多。我们每一竿下去呢，可以找到那种钓鱼人最追求的那种原始的感觉。可能上来的下一竿，可能上来的一条鱼就是一个惊喜。但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呢，就是饵料。提到这个饵料，我平常的跟钓友们我们一起老是在交流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配方能不能给我一个这样的配方，能不能给我那样一个配方。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配方，但是我觉得配方是没有用的如果说一个配方是万能的，那么真是人人都成为钓王了。饵料只有一个基本和一个基础，那么它这个基本和基础呢，就是我特别想跟大家去聊的。没有万能的配方，但是有万能的状态，还有一个万能的原则。我想就是钓鱼，只要是能记住这2个原则就可以了。举个例子，我今天来到这个水库水质非常好
然后我首先想到的这种水质里，它的小鱼会特别多啊，或者是因为养了很多鲢鱼，它的水质会这么好。那么我要用饵的话怎么用呢？对于水情的判断，首先它是这种清瘦型的水，水质特别好的。那么我们用饵呢，用清淡啊，不会说用特别浓烈的那些饵料。很多人他就认为说，我不管在哪儿钓鱼，这个饵味道一定要大。这个我是这样认为啊，在这种水域里，属于人放天养的啊，多少年了，这个鱼从来没有接触过任何奇怪的味道。当它闻到这个奇怪的味道以后，它首先是警惕，会躲避，会远离这块儿。那你怎么可能说钓到这个鱼？那么从水情上我们来分析啊，清瘦型的水，我们用的饵料要接近于自然，接近于谷物。然后呢，我们已经考虑到了它有小鱼，或者是有很多鲢鱼，那饵料的比重就要大啊。很多人把比重和物化呢，它给混了啊。比重大的散落，跟比重轻的这种雪花粉状的这些状态饵呢，很多的，它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很轻，物化，它物化的量很强；一种呢是比重很大，它在底下它散落性强。说那么我们针对鱼情的时候，就得首选这种大比重。我们先看一看它这个小鱼啊，闹到什么程度啊？这种大比重在中途没有大量的这种物化呢，肯定会避开一些鲢鱼，最起码不会说招来很多鲢鱼，那么对我们做钓就很有利了。所以我觉得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吧，钓鱼首先要具备的是我要去了解这个水情，要了解这个鱼情，那么然后决定我们用饵的这种状态啊。至于配方，比如说我在一个肥水里用了一个很浓烈的一款饵，物化性很强的一款饵，到这种水域里啊，它这鲢鱼很多，我还同样的用这款饵，那么这一个配方在这儿就基本上就完蛋了，它会招来很多的鲢鱼，招来很多的小鱼。所以这个饵料的原则啊，真是我一直想跟所有的钓鱼人去说这个事儿。有人他是知道，有人他永远是按照自己的配方来做，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水质很好，那么我们要用这种就是谷物型的饵料，这是原始的啊，跟鱼平常吃它不会有任何警惕的。然后我们首先你看这个它没有雪花粉，它是加上水以后了，它是很黏很重的，这因为这是纯麦胚嘛，加上水以后它会非常黏。有人说这个麦胚不黏啊，这个麦胚我可以把它加上水以后啊，给它和到黏的，可能放水里1下午都不会化掉。而比重的大小是由加水的量来决定的。你比如说这一款饵哈，我加水加的很少很少的，做成这种硬散饵，它甚至于几乎上没有任何比重，它会变得很轻，它的散落性会很强，散得很快。但是我把水加足了以后，把它揉到一定份上了，它就马上就变成这个粘性非常非常强的了，片状变成粉状了。像这种这个超幼类的饵料呢，它是一个辅助性的用饵，但是大部分在湖库钓的时候，它可以是作为主料的，作为主料来添加。你看，举个例子啊，我现在手里拿的是3款饵，这是3款不同的鲤鱼饵，那么它的蛋白含量是不同的。比如说像这个，它是味道最重的，适合于养殖鱼或者是黑坑钓鱼的。然后这2种呢，它是适合这种自然水域的，它含的藻类和这个鱼粉啊、豆类的发酵啊，这个发酵以后的这种产品。那这种呢，它是属于是状态型的饵料，就说它里边包含了3种颗粒，这种颗粒呢有迅速化开的去来诱鱼的，有缓慢融化的，就是起到一个留鱼让鱼吃的一个作用的，还有就是说的
很长时间都不会化的，起到一个留窝作用。那么像今天在这种自然水域，那首选就是说，针对养殖鱼所用的这种饵料，我们就不能用了，这是肯定不能动的，因为它味道太大了。然后那就是首选说，这种饵料，豆类、蔬菜，还有说这种，鱼骨粉发酵物做的饵料，它也是一种大比重的。这种饵料可以单品使用，但是我觉得在自然水域里要尝试性的试钓。我们来到这儿了，提前没打窝，我们只能是边钓边找这个鱼情，它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就首先味儿一定要减小，可能饵料味道大了以后，添加的量多了以后，同样也会招涟鱼。因为我们是要考虑到幼钓结合，短时间的在这儿钓鱼，那就一定要有留窝和幼鱼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每一款饵料它有几个部分来组成，就是留窝幼鱼的，它的主料、辅料已经变成主料了，有针对性的，能让鱼感觉吃的东西。那么这些都有了就可以了，就等于是一份饵料了，这也叫一个配方。如果说我今天去钓一个水域，它小鱼特别的多，那我可以加大它的颗粒量。然后这个鱼呢，现在这是这个季节，刚进入初夏，那要入冬的时候呢，那我可能就会添加状态饵了，把它变轻，让它无化性变强，让它入口性更好。所以这个鱼饵的配方，我觉得永远是，配方只是一个借鉴和应变的一个基础，而饵料用饵的原则是永远不变的。饵料用饵的这个原则，比重和一定要区分开比重和雾化和散落，它都是有区别的。如果区分开的话，我想任意一款饵料在手里和几下就知道了，它的比重大小它的雾化性还是散落性应该问题都不大。你看我的习惯永远的到哪儿都是这样的。根据我对这儿的鱼情的理解，然后呢，我把饵料调配好以后，先加少量的水。它形成这样，让它轻轻吸水之后，然后它是永远是这样散的，连着底再打窝。你的水量呢，像这样的饵料，水量加的越少，你2个钩下去之后，它的散落开以后的面积是越大。如果你水加的多以后，怎么说呢？就是说等于是我们刚开始抛竿嘛，做窝，这个窝量就小，水加的越少越好。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我们在做钓之前所有的准备就算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就要开干了。抛下马山水库的第一竿，做钓正式开始，一切准备就绪。让我们和小崔一起等待鱼汛的到来吧。哎呦，好家伙，果然是这个东西啊！这个是，就像刚才那个钓友说的一样就是闹螃皮
这是咱们中国原生鱼类啊，但是这种小鱼啊是很聪明的。我们在水库里能碰到的鱼呢，有很多种，这种小鱼是最可怕的啊，它比白条和那个麦穗啊还可怕，因为这个鱼它实在是太聪明了。如果说白条在水下跟麦穗啊一直在闹啊，大鱼来了以后呢，这个白条和麦穗就会跑得很远，但是这个螃皮呢，它胆子很大。它会不停地在那儿闹，即使大鱼来了，它就是稍微躲开一点，然后呢，趁大鱼不注意呢，它还会上去抢东西吃，这个鱼就是它的特点。本身这种鱼呢，属于是一种寄生鱼类，很有意思。水里呢，这个水质要非常好，然后水里要有这个河蚌，它呢会把这个河蚌让河蚌把这个嘴张开。然后呢，它会产卵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卵产到这个河蚌的嘴里，然后让这个河蚌呢带着这个小鱼，很聪明的一种小鱼啊。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碰到这种小鱼了，可以说在自然水库里钓鱼也是最大的对手。现在我们在这儿的做钓难度已经增加了好多了。这个可以怎么来形容这个螃皮呢？我们要寻找的对手是大鱼，我们要跟它搏斗，然后这个螃皮呢是这个大鱼的卫兵，成千上万的保护这个大鱼。我们先要把这些卫兵解决了，这个要得想点办法了，要贿赂他们。弄点窝料，弄点他们爱吃的。哎，对，还贿赂他们，还要避开他们。这个我们的饵料里有藻类，这种螃皮最喜欢吃的就是藻类，所以这个饵马上还要进行改变，就是把所有藻类成分的饵料要去掉。半天的做钓，小崔的浮漂始终没有信号传出。经过仔细观察，小崔发现了新的问题。不对啊，我觉得这儿有问题啊！这个水位一直在下降啊，从早上来到现在，你看这个水下了多少？你看早上来的时候这水是在这儿的，现在这水已经退到这儿了。我得去看看，这不知道它放到啥时候啊！这一直这么放，这鱼就钓不了了。俗话说“涨水鱼，落水虾”，看来水库放水对鱼情还是有影响的。这时正赶上农业灌溉的高峰季节，水库不间断的放水，让小崔的做钓又有了新的变数。这个水啊，一直在下降，这个应该是。它这个水库哪儿在放水呢？感觉。那个，这水库是不是在放水啊？对。哦，从什么时候开始放的？今天早晨。早晨。早晨开始放的。对。哦，放到什么时候呢？现在基本上现在那2点都差不多了。哦，差不多了。大概要放掉多少水？1000来立方水啊。1000来立方。对呀。1000来立方的话，那得。在岸边算的话，得下去10公分、20公分的。对。哎呦，那是。每次都是放这么些水。每次都放是吧？每天都放吗？基本上隔个7天8夜的。哦，那今天放1天，明天还放不了？明天不放。明天不放了是吧？现在它就是在这个位置放水哈，这地方哈。要是缺7天8夜的。哦。7天8夜放一次，回家浇果园。浇果园哈，浇果园浇地啊，这时候正是农业灌溉的时候哈。是的，是的。那要这个浇地跟我们钓鱼比起来，还是地重要。基本上现在一般也7天8个月不用放了。哦，是一放水，我们这鱼就不好钓了，鱼就往里边跑。基本上放这么一天。老师傅，我问一下，就是那个你像这个水库啊，有没有什么深沟啊，或者是比较深的地方？有在哪个位置呢？大概
最深就是这个家的下里面。啊，这个甲啊，这个坝甲那儿。啊，对。哦，你看最深。这个坝的位置深不深？这个坝位置基本上这都深。都深，坝的位置都深是吧？对。哦，那行那行，好嘞好嘞。位置都深，就这一块。哦，那行。你看这个坝这么多，这坝这么你看这个坡度。哦，这个坝跟这坡度是一样的是吧？这都是平的。哦。你看这个坝坡度有多高，它就有多深。哦，它是原来是个大平场，然后呢筑起来坝。啊，对，原来就是个沟，一趟湖。哦。就是从沟这趟湖这边筑个坝，这就是个今天就是个平面。跟这个这儿这条路一样的是吧？我底下那个底。啊，底下这个啊，你是个平面。整个这样筑起来了。对，这筑开来的。哎呦，那我够不着底啊。那我够不着底。你看那有多深。哦。行嘞，行嘞，行嘞，那我就大概了解了。那你看那多深。嗯，那看来我们想钓鱼得想办法了。哎，你看这是个事，这个坡度就是。好，谢谢。哎呦，这个难度一下就增大了。这个涨水的鱼，落水的虾，这个鱼呢，当它感知到这个水啊在退了以后，感受到的压力不一样了，它会认为很危险，然后它就会往深处跑。那我们现在要想钓这个鱼的话，就得真得堵它了，就得找到深的位置，他认为安全的地方，啊，认为舒服的地方，然后我们等着它，但是肯定是有难度。这个水库非常好，但是没想到它放水，这事儿还得想办法。太狡猾喽，太厉害了，这小鱼啊！我就现在都不敢用饵着底，这太陡了，这地方。稍稍往回提一点儿，啊，它就漂就倒下来。现在必须要先找到一个平底才行，它这个底实在太不平了，它得拿俩硬头，快刮底这地方。哎呦，像这种水库哈，多少年不开放，然后突然之间一开放，它就会是这样的效果，就是它会有，很多小鱼，然后呢，这个各种各样的品种，啊都会有。其实这个小鱼吧，咱们得怎么说呢？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啊。这个小鱼，你比如说像这样的水库，小鱼很多，但是这个小鱼也干了一件好事儿，就是把里边的大鱼也保护起来了。有很多人来钓鱼了，他想要如果没有小鱼的话，打个窝，随随便便一钓就把大鱼钓走了啊。但是有这些小鱼呢，他想把这个大鱼钓走啊，很难。但是同样的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太难了。哎呦，好家伙！哎，这个钓鱼啊，真是没有绝对的啊。这个，我现在彻底的领略了一下这个钓无止境啊，钓无定律。你看我用什么钓的？居然钓上了一个这个，哎，看见了吗？樱桃。我在那个钓位啊。小鱼太闹了，但是呢，发现了一个就是一个致命的，一个致命的现象，就是小鱼闹吧，我那儿还很陡，然后呢，这两个饵啊，小鱼一顶，这漂慢慢就滑下去了，就说明这我那个钓点底下很陡，所以呢，我想试一试这个周边有没有能找到一个平一点的这个底，但是饵料上去啊找不好，太多了这个小鱼。就是我说得了，正好这个有两个大樱头，我说挂上了，结果把樱桃挂上以后，下去一个黑漂的。